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？為什麼有些人一生忙到快斷氣，卻始終覺得哪裡怪怪的，好像跟着地圖走，卻永遠到不了目的地？更奇怪的是，有些人反而在最狼狽、最谷底的時候，突然像被誰按了開關，一夜之間找到方向，找到目的，找到自己。這種跳躍不是努力堆出來的，是某種被喚醒的瞬間。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也傻掉，原來我們在來這裡之前早就簽好了一份靈魂合約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聽起來玄，但你再想一下，每一個你拼命甩不掉的難題，每一個你回頭看才發現意味深長的巧合，每一次你差一點撐不住卻偏偏被救回来，那些像是隨機的碎片，真的只是巧合，還是你原本就在走一條你忘記自己選過的路？很多人來到這世上都背着別人看不到的重量，有人扛病痛，有人扛家庭，有人扛看不見未来的恐懼。可神奇的是，只要你突然做起你真正該做的事，整個人立刻像換了一個靈魂，不會生病，不會衰老，痛苦也像被抽走一半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在對的軌道上，就像一艘船，走對航道的時候，風都在推你；走錯的時候，你再努力都是逆風。有個催眠老師說過一句話，我聽到當場起雞皮疙瘩。當我把家裡的責任全部處理完，宇宙就把我的使命放到我面前。她不是開玩笑，她的丈夫因為意外癱瘓了25年，家庭被壓得差點斷掉，她硬生生撐過去，撫養孩子，把混亂整理成秩序。然後某一天，命運忽然換了頻道，她突然覺醒，變成能引導別人看到靈魂合約的人。你說巧不巧？還是這是她原本要走的劇本，只是她自己忘了？你會不會也一樣？你以為現在只是累，只是迷路，只是走到死胡同，可萬一這只是劇情的前置鋪陳，萬一你以為是終點的地方，其實剛好是你下一段重要劇情的入口。而且最刺激的是，如果你现在選擇退出，也就是你以為我不想玩了，我走了，結果不是結束，而是重新來一次，重新選角色，重新走情節，重新掉進同一個坑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的靈魂合約沒走完，課程沒修完，功課沒學會，你以為你能逃，結果只是延後補考。這點聽起來殘酷，但你越想越覺得合理。因為你有沒有發現，那些你努力逃避的問題，會換一個人，換一個場景，換一種形式再次出現。你換城市也好，換伴侶也好，換工作也好，只要你心裡那一刻沒學會，宇宙就會溫柔又殘酷地說，沒關係，我們再來一次。而這裡就是關鍵。地球被稱為宇宙裡最艱難的學校，不是比喻，是很多做回溯的人在被催眠帶回來之前的地方時，都講出同樣的故事。地球密度最重，情緒最強，痛苦最扎實，體驗最立體。你來這裡不是度假，是修最硬的一套課程。其他地方輕飄飄，很舒服，但地球不一樣，你來這裡是衝着加速成長來的。更有趣的是，那些人被催眠回去之前的狀態，看到的不是身體，不是名字，不是角色，而是一點光，一顆火花。你也是，我也是，每一個人本質上都是光，只是來到這裡套了一層身體的戲服，準備演一出戲，一出你自己寫，你自己演，你自己剪輯，你自己負責收尾的戲。听起來誇張，但你看死亡體驗的人，他們在靈界回頭看人生，都說同一件事，原來全是一場戲。人生的時候難得要死，一到另一邊就像看一部影片，誰什麼時候進來，誰什麼時候退出，誰跟你吵架，誰給你愛，誰傷害你，全部都是角色，全部是你事先選好的劇本。最震撼的是，劇本是可以改的，你不是被困住，你是導演。你不喜歡這一幕，你可以換；你不喜歡這段關係，你可以重寫；你不喜歡自己現在的樣子，你隨時可以翻篇。只是大部分人忘了這一點，忘了自己其實隨時能跳脫。而你以為最糟糕的事，可能剛好是你當初硬是堅持要加進劇情的環節。為什麼？因為你說你想快點成長，想一口氣清掉累積幾世的業力。那些看不到的指導者還提醒你，確定嗎？這樣會很痛很累。你說
沒關係，我要一次解決。於是你現在的生活才會這麼濃縮，這麼密，這麼像連環炮一樣。但別忘了，如果你撐過這一段，你會突然懂很多事，突然輕很多，突然像被人從水裡撈起來一樣，呼一口氣，知道，哦，原來我是為了這個來的。你有沒有注意過，有些人一輩子都在重複同一種痛，換了3段感情，結果每段都像同一張臉，換不同外殼；換了工作，還是一樣的委屈，一樣的壓抑；換了城市，還是撞上同一種失望。你覺得是衰還是命不好？但從靈魂合約這個角度看起來完全不一樣。你遇到的不是同一個痛，而是同一堂課，你沒學會，所以劇情自動重播。這聽起來像玩笑，但仔細想，你是不是有某個永遠繞不開的點，某個卡住你很多年的地方，某個你總以為過了，可現實不停提醒你，沒有，我們還在這堂課。宇宙不會處罰你，也不會逼你，可它會一直把沒學會的部分擺在你眼前，直到你終於說，好，我看懂了。然後那件事就像突然退潮，一夜之間变得不重要。但在學會之前，你就像被困在循環裡。很多靈魂在催眠裡看到自己一再回來，一再當彼此的父母、朋友、情人、敵人，就是為了補完上一個沒完成的故事。角色換了，場地換了，關係換了，但核心的衝突沒換。你上輩子沒修完的部分，這輩子還是會在。而你現在最痛的地方，很可能就是你當初親自挑的功課。你會發現，人類最大的盲點是，我們以為自己是被命運推着走的，可實際上是我們自己選的劇本，只是上台之後忘記了。當你還在角色裡掙扎的時候，你看不到整體結構，但當你離開的時候，你會發現那根本只是一幕。你在那邊回頭會覺得，哇，我那時候怎麼演得那麼認真，那麼痛，那麼投入。但那就是地球的威力，它讓一切都顯得真實到不行。那些經歷過瀕死的人回去看看，還會說，原來我人生的每個人都是排好隊等上場的演員。那些跟你吵架的、背叛你的、讓你恨到牙癢的、讓你心碎到覺得活不下去的，他們在另一邊其實是你的靈魂夥伴。你們在上台前握手說，好了，這次我演壞人，你演受傷的人，我們一起把這堂課演完。然後到了人世間，全部都忘光光，開始互相折磨，只為了推動彼此成長。光想到這裡，你是不是突然釋懷了很多怨？可別誤會，地球雖然難，卻從來不是懲罰，而是一所讓靈魂長肌肉的地方。你在這裡遇到的每一件事，都不是浪費，都不是隨機，都不是你倒霉，反而像是精密設計的課程表，只是你忘記自己報名過。你越痛、越重、越折磨的地方，通常正是你選來打破舊循環的重點課。更讓人意外的是，你來這裡不只是為了自己，有些人是志願者，不是宗教裡的那種，而是靈魂志願者。他們來自別的維度、別的層次，從沒體驗過這麼重的情緒，這麼生硬的痛，這麼扎實的密度，卻義無反顧來到地球當支援角色。這聽起來太科幻，但你看現代社會，有多少人從小就覺得格格不入，不喜歡吵，不喜歡衝突，不喜歡暴力，不理解為什麼人們講話帶刺，為什麼家庭這麼複雜，為什麼愛會變成控制。這些人不是軟弱，而是因為他們來自的地方根本沒有這些。所謂的第一波志願者，就是那些在戰後出生的靈魂，他們大多特別敏感，特別不喜歡爭執，特別不理解這裡的混亂。他們來這裡是為了開啟一條路，讓能量開始流動，把沉重的地球慢慢往上拉。但最諷刺的是，這些人反而活得最痛。他們甚至有很多想提前離開的念頭，不是因為脆弱，而是因為他們真的不習慣這裡。而第二波志願者就更奇妙，他們被稱作能量中繼站。你可能身邊就有這樣的人，他們不喜歡人群，不喜歡社交，不喜歡衝突，但他們只要站在一個地方，氣氛就穩定下來。他們不講話，別人都覺得安心。他們自己以為自己沒用，但其實他們的作用不是做事，而是存在。只要他們在，那股能量就自動散開，讓周圍的人變得平靜，變得柔軟，變得好一點。這種人通常很孤獨，也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人生搞錯方向。
但從靈魂結構看，他們從來沒有偏離，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來幹大事的，他們是來調整頻率的。你有沒有見過某些人明明沒做什麼，卻讓你覺得整個空間都不一樣了？那就是他們的能量在作用。最神奇的是，第三波，也就是現在出生的孩子，他們不需要被喚醒，因為他們本來就醒着，他們的 DNA、他們的感知、他們對世界的理解都比舊世代快了好幾拍。他們不接受威權，不吃壓迫，不喜歡規則，他們來是為了帶來新系統，不是破壞，而是更新。聽起來像故事，可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實正在朝這個方向走？舊世界不管怎麼抓都抓不住了，新一代的價值觀越來越不同，情緒、權力、關係、社會的結構全在重組。你以為是時代變快，其實是地球的頻率在變。你現在活得這麼累，不是你有問題，而是整個人類都在升級。你不是卡住，你是被推動；你不是迷路，你是過渡期；你不是不行，而是你在跨維度式地成長。只是成長的過程從來不會舒服，而你之所以聽到這些，也許不是巧合，也許你正站在換軌的入口。所以很多人會問，那我為什麼會被丟到這麼難的地方？我到底要學什麼？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？其實答案從來不複雜。你真正的問題不是生命有沒有意義，而是你願不願意承認你其實比你以為的更有力量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你每一次真正的成長都是在快撐不住的時候，都是熱得像被丟進油鍋裡那種時刻。你突然懂了，突然醒了，突然開竅了。那些以為会毀掉你的事情，到最後反而成了你變強的開端。為什麼？因為人類就是這樣，平順的時候不會變，痛苦的時候才會覺醒。而你的靈魂就是靠這些痛把你推回正確的位置。很多人以為命運是外力，是別人对你做了什麼，是誰阻擋了你，是世界不公平，是環境不友善。但如果你換一個角度，萬一這些不是阻礙，而是你在另一邊自己設定的通關機制呢？就像你玩遊戲，你不會選最簡單的路線，你會選能讓你升級最快的路徑。只是你忘了你自己曾經這麼勇敢。而更關鍵的是，你永遠不是一個人。那些你以為是偶遇的人，常常就是你來之前選好的幫手。你身邊有沒有這種角色？某一段時間突然出現，像是專門來提醒你一句話，給你一個推力，帶你走出一段陰影，然後就悄悄消失，不吵不鬧，不求回報。甚至你後來想起他，會覺得奇怪，那個人到底是誰？為什麼他剛好在那個時間點出現？為什麼他說的那一句話剛好打中你？為什麼他像是被安排的一樣？有些人就是這樣，他們不是來陪你一輩子，他們是來扭轉你某一刻的人。而你在某個人的生命裡，也可能扮演同樣的角色。你以為你只是隨口一句鼓勵，可能對方因此從深淵爬出來。你以為你只是一個小小的決定，可能對另一個靈魂來說，那就是他人生的分岔路。我們之間的連接比我們以為的複雜，也比我們以為的深。這也是為什麼那些看似隨機的事件，那些你以為是巧合的相遇，那些你走到哪裡都躲不開的課題，都不是無意義的。他們像是暗藏在劇情裡的標記，一個一個指向你下一段路要去的方向。你越是看懂這些，你越能輕鬆掌握自己的生命。但最難的一點是，你必須願意面对你不想面对的，那才是你真正要學的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有些痛你想逃卻逃不掉？因為那不是原生的痛，那是教材。你覺得自己很渺小，可你的靈魂完全不是這樣看你的。你的靈魂強得不得了，強到願意來地球這種高難度場地，強到敢在最混亂的時代登陸，強到願意面對你現在正經歷的所有事。如果你願意相信這一點，你會發現你不是在被壓垮，而是在被推往你真正的軌道。你不是被懲罰，而是在被磨亮。你不是迷路，而是在重啟。靈魂是不會隨便放棄的。你想提前退出，對不起，你會被送回來繼續寫遺失的那幾頁。你覺得自己不夠好，靈魂會推你到足夠好的那一天。你覺得自己走不動，靈魂會丟人來拉你一把，或丟事件來逼你一把。你以為自己停在原地，但其實你一直在前進，只是你没察覺。而最美妙的一點是，所有答案都藏在你的熱情裡。你有沒有想過，
為什麼有些事情你做起來不累，越做越有勁，甚至越做越精神？那不是興趣，那是方向感，那是靈魂在敲你，喂，這裡就是你要走的路。只要你順着這條線往前，你會發現生活開始鬆動，困境開始破解，人際關係開始變順，甚至連身體都會開始恢復。這不是心靈雞湯，這是無數被催眠的人說過的一件事。當我找到我該做的事，我的病也好了，我的痛也不見了。你看，靈魂從來不靠苦來教你，它只靠對齊。當你偏離太遠，它讓你痛；當你對齊回來，它讓你自由。所以你現在的每一塊不舒服，其實都是提醒，不是懲罰，是方向箭頭。如果你問，那我該怎麼知道我的靈魂合約是什麼？其實你已經知道了，只是你不敢承認。它可能是你一直想做但一直拖着的事情，可能是你一直覺得自己做得到但從來不敢嘗試的方向，也可能是你生命中反復出現的天賦，重複出现的機會，重複出現的提示。靈魂的聲音很小，可一旦你安靜下來，它很清楚。你以為你現在只是心累，只是迷惘，只是想休息，但真相可能是你正要進入下一段人生的升級。記住一句話，你不是被困住，你是在被推动。你不是走到終點，你是在換頁面。你不是快撐不住，你是在臨門前。你還沒看到的好戲還在後頭，你知道嗎？最諷刺的一件事是，我們總以為人生的答案會出現在大事裡，可真正改變你命運的，其實往往是那些小到你幾乎沒注意的瞬間。你隨口答應了一場聚會，你多看一眼的某個人，你心裡突然閃過的一個念頭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點，往往都是你靈魂合約裡特別安排的暗號。一旦你讀懂了，那一連串你以為混亂的人生，會突然像拼圖一樣，啪一聲對上。你回頭看，是不是所有關鍵轉折都不是你計劃來的？你沒計劃遇見某個人，但那個人改變了你；你沒計劃失去某段關係，但失去後你反而重新變回自己；你沒計劃換工作，但換了之後才發現，原來那就是你這輩子該走的方向。你以為自己在瞎撞，其實你在被引導，而且引導得非常精準。所以很多人問，那我人生的使命到底是什麼？我怎麼知道我是不是走在对的軌道？很簡單，你不用想得這麼玄，你只要問自己一句話：哪一件事情讓你做的時候忘記時間？別小看這句話，它比占星、比塔羅、比催眠還要直接。因為靈魂不會用邏輯告訴你方向，它用的是吸引力，它讓你靠近某些事，讓你對某些領域莫名熟悉，讓你對某些東西特別敏感，讓你在做某一類事情時感覺輕鬆到不可思議，甚至感受到一種很久沒體驗過的平靜。那就是方向，那就是提示。你以為那只是興趣，可興趣是最不騙人的東西。你小時候喜歡做的事，就是你最原始、最沒被社會框架污染的靈魂印記。只是長大之後，我們被教育、被壓力、被比較、被責任壓到連感覺都忘了，你連自己喜歡什麼都不記得了，更別說使命。可惜嗎？一點也不。因為只要你開始往內看，哪怕只是一點點，那些被你壓得很深的感覺會開始浮上來。你開始覺得好像我一直忽略了什麼，你突然對過去不喜歡的東西產生興趣，你對某些想法開始敏感，你甚至會莫名其妙覺得我應該換方向了。那不是衝動，是你的靈魂開始拍桌子提醒你，喂，你該回來了。這就是所謂的覺醒，不是你突然看見光，而是你突然看見自己。可是覺醒的第一步永遠是混亂，你會懷疑，會猶豫，會怕走錯路，會怕失去穩定，會怕別人不理解你。你以為這是退步，其實這是舊的殼在破，你必須讓它裂開，新的才會長出來。你試過把一個完全成熟的種子放在土裡，不讓它破殼嗎？它不可能長。人也一樣，靈魂要你成長，它就會讓你不舒服，讓你放不下，讓你不得不面對。你越逃，它越推；你越拖，它越緊；你越不動，它越用力。不是它殘酷，是它知道你真正能變成什麼樣子。它不会讓你卡在你以為的安全區。你看那些最後走到自己道路上的人，哪一個不是被人生狠狠修理過？不是命苦，
而是密集訓練。靈魂知道你能扛得住，才把這套課給你。他不會浪費資源在一個不會突破的人身上，他只會在有潛力的人身上加難度。講到這裡，你應該開始發現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也不是隨機的靈魂。你會被這類內容吸引，就是因為你正在經歷某種啟動期。你現在的困惑、你的壓抑、你的轉折、你的低潮，都不是失敗的跡象，而是下一階段要來了的前兆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越是臨近改變的那段時間，越是全身不對勁？你會覺得舊的生活突然變得擠，你以前習慣的東西突然變得尷尬，你以前能忍的現在無法忍，你以前看不懂的現在突然一看就懂。那就是象徵你的能量在提升，你開始長大，你開始不適合舊的皮膚。舊的皮膚當然會裂，會痛，會癢，會不舒服，可那是蛻變，你不是壞掉，你是在升級。你以為人生是反復的，其實人生是螺旋式上升，只是你被卡在某一層的時候，會誤以為你在原地。可是只要你換一個角度，你會發現每一次重複，你都比上一次更懂一點，更深一點，更不需要別人認可一點。你不是繞圈，你在往上爬。等你徹底爬上去，你再回頭看，你會驚訝自己怎麼走過來的。你會發現那些你恨過的、痛過的、放不下的東西，現在一點重量都沒有了。你可能甚至會感謝他們，因為沒有他們，你根本到不了你現在的位置。你現在之所以覺得痛，只是因為你正在經歷轉場，你正在跨過去，你正在靠近真正的你，而真正的你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所以你現在在哪裡？你在故事的哪一段？你以為你落後了，可也許你正好在靈魂設定的時間點上。你以為你犯了很多錯誤，可那些也許根本不是錯誤，而是必須經歷的橋段。你以為你失去的東西讓你心碎，可他們其實是在給你騰出空間，讓真正屬於你的東西進來。你所有以為撕裂你的地方，未來都會長出力量。你所有以為拖累你的片段，未來都會變成你說故事的一部分。你所有以為撐不過去的時刻，未來都會成為你理解別人的鑰匙。你不是白來一趟的，你不是迷路的，你不是被放棄的，你不是隨機的。你之所以還在這裡，是因為你還有東西要完成，還有人要遇見，還有事要突破，還有版本的自己等着你前去合體。你現在的每一口氣，每一步路，每一個念頭，都是你對自己靈魂合約的回應。所以別急着下結論，別急着說人生就這樣了，別急着說我不可能了。你怎麼知道？你根本不知道你簽的合約後半段寫了什麼，你不知道接下來會遇見誰，也不知道生命會什麼時候突然翻篇。你以為現在是終點，可能只是中場休息；你以為一切結束了，可能只是劇情進入高潮前的靜默。生命最精彩的地方，從來不是你能預料的地方，而是它突然把你推向一個你從沒想過卻恰好適合你的方向。那一刻你會明白，原來我從來沒有被放棄過，原來我一直在路上，原來所有經歷都有意義。記住，你不是被世界選擇的人，你是來選擇世界的人。你不是被命運拉着走，你是來創造劇本的人。你不是被困住的靈魂，你是正在醒來的靈魂。而你現在感受到的一切動盪、不安、轉折、混亂，都是醒來前的徵兆。你準備好了，你只是不知道你準備好了。當你真正踏回你的道路，你會突然鬆一口氣，你會發現那些曾經讓你痛苦得想逃離的場景，原來只是舊的自己快要退場的聲音。你會看見一個新的你，站在不一樣的高度，講着不同的話，做着從前不敢做的決定，走着從前覺得不可能的方向。然后你會發現，原來這才是我來這裡的原因。原來我不是為了生存，我是為了覺醒。原來我不是為了完成一個任務，我是為了找回那個曾經遺失的自己。等那一天到來，你回頭看，會很慶幸你沒有提前結束這一趟旅程。因為如果你真的提前退出，你永遠看不到後面那一幕，而那一幕也許就是你為這一生而來的理由。所以你現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繼續走，哪怕慢一點，哪怕小一步，哪怕今天只比昨天多一點點都好。因為靈魂只會問你，你往前了嗎？不會問你速度，不會問你成績，不會問你比誰強，他只在意你有沒有變成更接近自己的那個人。
記住一句你未來會懂得的話：劇情才剛開始，別急着謝幕。